各位网友，大家好啊！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玩书有一段时间没聊下这个三次大战这个话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这个和平大使啊，川普到世界各国来回穿梭啊，暗熄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战争的苗头。你像这个泰国、柬埔寨被他暗熄了，是吧？巴基斯坦和这个印度也怎么开打的啊？两个核大国怎么开打的，也被他暗熄了啊！川普真应该点赞啊，他确实一个世界这个和平大使啊。据他自己统计，暗熄了那个6、7个啊。目前这个俄乌呢，想按了半天没按下来啊。那么中东这个和平协议签了啊，框架协议签了啊，但是呢又这个。哈马斯又作劣，又据说是用狙击的方式啊打死一个以色列的士兵，以色列又发动空袭。所以呢，虽然签了停火协议啊，但是呢，这个人质这一块呢，这个遗体啊也没有交清楚啊，据说是找不到了啊，还用假的这个遗体来鱼目混珠啊，被这个以色列发现了。所以呢，中东我认为也不能完全熄火了。那么最近几天呢，川普呢在韩国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了啊。然后据说呢，这个稀土这块呢长臂管辖，中国也暂时暂停了。那么美国对这个英伟达芯片呢也开始放了啊，当然核心芯片还是拿在美国手里啊。那么看起来这个贸易战呢也告一段落啊，大家也皆大欢喜啊。川普说嘛，这个满分10分，他对这次这个会谈结果啊打12分啊，看来他还是很有信心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注意到一点，什么呢？就是在周三的时候啊，普京发射了啊这个波塞冬的啊这个叫末日鱼雷。开始了核威慑，开始了核试验啊！大家注意这一点啊！波塞冬大家知道，在这个希腊语里面就是海神的意思了，海神波塞冬嘛，也就意味着普京啊就是海神啊，海里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川普说了嘛，我们这个核潜艇已经布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海岸线旁边了，哎，你要敢动我先打你。对吧？所以现在普京开始反制啊，发射了波塞冬末日鱼雷第一挑衅。那么川普在上这个空军1号上面专门说了，我们美国也准备重启核试验。他的推特里面讲的话看得很清楚，看到没有？他说这个美国是第一核大国，我们的核弹头最多，那么其次就是俄罗斯，是吧？你开启试验了，那对不起，那我也开始实验。那么中国呢？目前还远远落后，排在老3核弹头这一块啊，但是5年之内中国会追上来。所以玩书的观察是这样的，排在第2、第3的核大国都是敌对阵营的。西方的老大美国啊，这是我方阵营的。那么好，这2大势力。那就不是说你战胜我战胜你的问题了，就是说看谁势力大了。老二加老3那肯定打得过老大了，对吧？哎，所以玩叔今天来聊这个话题，3次大战到底会不会继续进行啊？玩叔前段时间没做视频，因为我感觉到川普正在努力穿梭嘛，是把各种战火都按熄火，是否会迎来一段和平时间呢？玩叔结论是的，和平时期会有一段时间，但是3战的脚步会依然加速。原因听玩叔啊细数道来啊。要谈的这个原因呢，我们要扯一下这个，我看这个丘吉尔这个2战回忆录啊，当时在2战进行中间啊，13年左右吧，丘吉尔就开始筹划这个战后的这个世界的次序。啊，建立一个什么类似联合国的机构，当时不叫联合国了，类似这样一个机构，还准备设什么欧洲委员会，什么这个美洲委员会，是吧？他的想法呢，就是像以美国牵头啦，英国啦，是吧？
然后呢，美国又把这个当时的小老弟中国拉进去了，蒋介石拉进去了啊，没想到蒋介石后来丢了大陆啊。丘吉尔还有点想法，还认为中国还不行，中国这个力量不够，是吧？搞不好是吧？这是美国的小弟也在后帮衬，让美国做大。英国当时还是日不落帝国啊，对不对？还没有那么衰败嘛，是吧？然后呢，苏联当时是算一方了啊。这个苏联这块的这个丘吉尔一直是很有反感，因为他当时认为这个苏联嘛，就是一个什么典型的这个叫什么了？你不能说叫敌对的，反正那个时候也已经不对付，是吧？哎，他那是当时跟什么苏德签的协议，怎么搞英国了，对吧？哎，都是说是敌我，有时候说不清楚啊，没有长久的朋友，也没有长久的敌人啊。所以呢，他对斯大林呢一直不感冒。所以呢，后来丘吉尔也把法国照理说是一个照理说是在二战时候被德国占领了虽然陆军很强大，但是打不过3周时间，是吧？所以呢，后来丘吉尔大概努力一下，把这个法国拉进来，做了5大常任理事国成立了联合国这样一个机构。但这个机构呢，也是貌合神离互相都不大对付各有各的心事。现在联合国更是如此了，对吧？那么从这个世界局势来看的话，那么现在的苏联解体之后是俄罗斯。俄罗斯曾经目前也是搞民主搞议会，但是搞来搞去又是这个普京搞这个类独裁这个是这样一个结局，是吧？那么跟西方文明是有冲突的，所以俄乌战争为什么停不下来，对吧？它不可能停王叔曾经看过一个法国记者，这个当时到这个顿涅斯克这些这个原来就4州吧，觉得原来就是相当于苏联放弃了这个4州，划给了这个乌克兰当时划的时候呢，可能叶利钦可能一下大方了点有这个历史渊源，说当时后来普京想要过去后来呢，这个4州呢，这个关于这个当地的民族俄罗斯可能俄罗斯这个族的多一点，是吧？所以呢，这个乌克兰呢，可能采用一些方法，可能是不是也欠考虑这个也有一点。当然，我更多的认为呢，从战略上讲，普京呢觉得乌克兰是一个屏障，一个缓冲区，对吧？你乌克兰靠近了这个欧盟、北约了，那我肯定要是吧？那我就危险大了，没有缓冲区了。所以他让乌克兰希望中立，希望不加入这个欧盟，是吧？也不加入这个北约，是吧？这样的话呢，他就好控制点，是吧？相当于给自己一个缓冲区嘛，是吧？这是他的战略意图。你不是说的完全是这个不对，但是呢，说句实话，现在这个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间领土都不重要，领土也不是完全不重要，是吧？都是搞经济。你看日本这个小国家，对不对？能经济发展很好，对不对？是吧？不一定非得靠领土，是吧？靠你的制度，靠你的科技，靠人才把资源进行整合这就不扯了。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俄乌战争双方都有诉求，俄罗斯的诉求缓冲区，是吧？领土过去的领土乌克兰现在协议已经签了，我当时你放弃核武器了，是吧？你现在就又来反过来抢我领土，肯定也不让，打了将近是4年时间，谁还让谁呢？所以这个战争是没法停下来。虽然川普已经是卑躬屈膝了，这个是这个说好话，是吧？哎呀，也跟这个普京拉手，好朋友，是吧？但是也最后也是这个没有结果。王叔早就说过了，没有结果。我也希望他有结果，好不好？停战。对不对？让欧洲现在好受一点。像欧洲现在自己也乱嘛，是吧？伊斯兰这个各种兴起现在都是不管是英国意大利都是帝国的余晖了，对吧？这都是这个乱七八糟了，是吧？王叔刚到欧洲去一趟到处偷窃成风，伊斯兰都是伊斯兰教的人了，是吧？所以呢，欧洲自身有自身的问题，所以呢，不打仗多搞建设、搞经济，对双方都有好。但是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历史的矛盾、民族的矛盾放在那里，这摆不开，也解不了。就像那个中东一样的，是吧？那个伊斯兰教他们那帮人，是吧？哈马斯圣战就要把以色列赶出去，赶尽杀绝。你这怎么调的和呢？是不是只能是短暂的武力威慑打赢他们了，短暂签下了和平协议。过段时间他们就是沉渣泛起，又搞起来。所以这个中东和平也是一个暂时的俄乌这战争也停不下来。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台海中国这块呢，
中国这块台海这个呢，因为这次川普到了这个韩国去，像再次部署这个萨德导弹啊，估计韩国没同意。现在韩国跟中国走得比较近，对吧？那么中国可能拉韩国，是吧？那么日本呢、台湾呢，这个美国、澳大利亚这一条线呢，是吧？第一岛链呢，这个也是在拉，包括菲律宾，是吧？所以呢，南海的问题也没解决，对吧？但是呢，王叔有个分析什么呢？就是三战呢跟二战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个地方呢？就二战有些就军事强人，有些像希特勒这样的啊，就墨索里尼这样的军事强人。那么这个三战呢，这个军事强人现在目前只有普京，他算个军事强人，但是他俄国又不那么强大，经济上也被制裁的现在也很难受，对吧？所以呢，目前俄罗斯呢应该算一个弱国，它不是算个强国，它只是地缘很大，资源很多，它本身也不强，是个弱国。那么中国虽然是个强国呢，但是它的强的这个强的主要在经济方面，但是呢被这个川普这个贸易战呐、科技战呐、这个卡脖子搞了一下把这个中国也折腾得够呛，所以中国现在目前还没有这个类似军上的强人，像希特勒这种人还没有，是吧？所以呢，我认为中国要想这个吞并台湾呢，有贼心啊，但是没有这个贼胆啊，可能实力也不够啊，真打起来可能是吧？最近有个我看到美国将军说，中国的这个航母是吧，不管是瓦良格号还是什么福建号，这个中国它这个航母它没有这个实战经验，美国的这个航母它的实战经验是在鲜血中间这个凝聚成的啊，是不断一次次的复盘，哪里搞失败了啊？飞机怎么是吧？有些夜间降落啊，这失败了好多次，不断的总结经验，不断的提高的。那么中国这方面它没有实战经验，真打起来它会很吃亏啊。凭王叔对这个军事的研究啊，他会很吃亏的。搞不好一打脱形了的可能，所以中国也不会轻易的去动台湾。所以呢，这个暂时的和平期还是有的，但是呢，有时间多长都不好说，因为各种威权国家啊，他们的想法和一般普通老百姓想法不一样，是吧？普通老百姓想过点好日子，平平稳稳，是吧？挣点小钱养家糊口。但是这些政治家、这个军事强人，他们想法不一样，对不对？我认为俄乌战争最后估计还是要到俄罗斯本土，不打到俄罗斯本土，俄罗斯不会轻易妥协的，对吧？这是我的预判啊。那么中东这一块呢，他也不会轻妥协，他也会是吧？伊朗虽然是个弱鸡被核设施炸了一下，他还会想办法整。那他这个永远不会，他是吧？不会承认失败，对不对？所以中东这块也不可能完全熄火啊。虽然这个川普的想法是很好啊，这个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永远很骨感。所以呢，三次大战啊，继续会加速啊。加上双方又开始练兵了，又开始核设施了，又开始进行核试验了。所以王叔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点，核试验的开启意味着三战脚步不会停下。以上观点讲的不对地方，请大家打在屏幕下方与王叔互动，谢谢大家。